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欢迎来到今天的特别分享时刻。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改变无数人生活的经典之作《礼物的 Present》。这本书的作者是全球知名的领导力大师、演说家斯宾塞·约翰逊 （Spencer Johnson）。他以简洁而富有深意的寓言故事风格，创作了许多风靡全球的作品，其中《谁动了我的奶酪》Who Moved My Cheese 更是家喻户晓。而今天我们要探讨的礼物，则是他另一部充满智慧与启发的力作。这本书的篇幅不长，但字字珠玑。他以一种简单而深刻的方式，探讨了如何找到并充分利用我们生命中的礼物，也就是当下 The Present。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被过去的后悔和未来的焦虑所困扰，而忽略了当下这个最珍贵的时刻。礼物正是为了帮助我们重新审视生活，找到内心的平静与满足。那么，这本书究竟有什么独特的价值呢？它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励志书籍，更是一本指导我们如何过好每一天的行动指南。通过阅读这本书，你将学会如何专注于当下，如何从生活中获得更多的快乐和成就感，以及如何将这种积极的心态应用到工作、家庭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否曾在某个时刻感到迷茫，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追求什么？你是否曾因为过去的错误而自责，或者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而感到焦虑？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礼物将为你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帮助你摆脱这些困扰，过上更加充实还有意义的生活。在深入探讨书中的核心理念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斯宾塞·约翰逊。约翰逊是一位医学博士，但他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作家和演说家。他的作品以寓言故事的形式，传递出深刻的心理学和管理学原理。他的书籍不仅在商业领域广受欢迎，更在个人成长和自我提升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礼物这本书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约翰逊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他发现许多人都在忙碌的生活中迷失了方向，忘记了享受当下的重要性。于是他决定通过一个简单而富有启发性的故事来传达这一重要的生活理念。在书的开头，约翰逊讲述了一个小男孩寻找礼物的故事。这个小男孩从小就听人们谈论礼物，但他并不知道礼物究竟是什么。于是他开始了一段寻找礼物的旅程。在旅途中，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每个人都对礼物有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认为礼物是金钱和财富，有些人认为是名誉和地位，还有些人认为是健康和幸福。然而，随着小男孩的成长和经历，他逐渐意识到，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礼物。真正的礼物是当下 The Present。 这个故事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它提醒我们，许多时候我们都在追求那些外在的东西，而忽略了内心真正的需求。通过这个故事，约翰逊引导我们思考，什么才是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礼物的核心理念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专注于当下 The Present。 约翰逊认为，当下是我们唯一能够掌控的时刻。过去已经过去，未来尚未到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握现在。过去，学习与放下。书中首先探讨了如何处理过去。约翰逊指出，过去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我们不能让它成为我们前进的负担。我们应该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而不是被他们所困扰。书中提到一个重要的观点：过去是我们的老师，而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可以通过反思过去的错误和成功，来指导我们未来的行动。然而，如果我们总是沉湎于过去的失败或荣耀，就会失去对当下的专注。反思与学习，定期花时间反思过去的经历，总结经验教训。放下与原谅，学会原谅自己和他人的错误，释放内心的负担。感恩与珍惜，对过去的美好时光心怀感恩，珍惜那些曾经拥有的快乐和幸福。约翰逊在书中讲述了一个关于一位企业家的故事。这位企业家在创业初期经历了许多失败，但他没有因此气馁，而是从每一次失败中吸取教训，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成功秘诀就是从不沉湎于过去的失败，而是把它们当作学习的机会。未来规划与期待。接下来，书中探讨了如何面对未来。约翰逊认为，未来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但我们不能让它成为我们焦虑的源头。我们应该对未来充满期待，同时也要做好规划。书中提到，未来是我们的希望，而不是我们的恐惧。我们可以通过设定目标、制定计划，来引导我们走向理想的未来。然而，如果我们总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焦虑，就会失去对当下的专注。设定目标，明确自己的长期和短期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积极期待，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期待，相信自己能够实现目标。灵活应对，保持开放的心态，随时调整计划以适应变化的环境。约翰逊讲述了一位年轻运动员的故事。这位运动员从小就梦想着参加奥运会，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焦虑，而是制定了详细的训练计划，并
并积极地朝着目标努力。最终，他不仅实现了参加奥运会的梦想，还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的成功秘诀就是既对未来充满期待，又脚踏实地地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3. 当下，专注于享受。最后，书中详细探讨了如何专注于当下。约翰逊认为，当下是我们唯一能够真正拥有的时刻，我们应该学会享受每一个当下，珍惜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时光，以及工作中的每一个成就。书中提到，当下是我们的生命，而不是我们的负担。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培养对当下的专注。专注与投入，在做每一件事时，都要全神贯注，投入全部的精力。正念与冥想，练习正念冥想，培养对当下的觉察和感知。感恩与欣赏，对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确幸心怀感恩，欣赏生活中的美好。约翰逊在书中讲述了一个关于一位母亲的故事。这位母亲总是忙于照顾家庭和工作，很少有时间停下来享受生活。直到有一天，她意识到自己错过了许多与家人共度的美好时光，于是她开始有意识地放慢脚步，专注于每一个当下，珍惜与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她的生活因此变得更加充实和快乐。领悟的核心理念不仅是一种生活哲学，更有着深刻的心理学原理作为支撑。以下是一些相关的心理学概念。1. 正念 mindfulness， 正念是指对当下的觉察和专注。通过练习正念，我们可以更好地感知自己的情绪和感受，从而减少焦虑和压力。2. 心流 flow， 心流是指一种完全投入和专注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会感到时间过得飞快，并且体验到极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3. 自我决定理论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该理论认为，人类有3种基本心理需求：自主性、胜任感和归属感。专注于当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满足这些需求，从而提升我们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4. 认知行为疗法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这是一种通过改变思维模式来改善情绪和行为的方法。通过学习如何专注于当下，我们可以改变对过去和未来的负面认知，从而改善我们的情绪状态。那么，如何将礼物中的理念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以下是一些具体的建议。1. 工作方面，提高效率，专注于当下的工作，避免分心，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压力，学会放下对过去错误的后悔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可以有效减少工作压力。增强创造力，当我们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时，更容易进入新的状态，从而激发创造力。2. 家庭方面，增进感情，专注于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可以增进彼此的感情。减少冲突，当我们学会享受当下时，更容易保持平和的心态，从而减少家庭冲突。创造美好回忆，珍惜每一个与家人共度的时刻，可以为我们的人生增添许多美好的回忆。3. 个人成长方面，提升幸福感，专注于当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感知生活中的美好，从而提升幸福感。培养积极心态，学会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对未来充满期待，可以帮助我们培养积极乐观的心态。实现自我价值，当我们全身心投入到生活中时，更容易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热情，从而实现自我价值。在礼物中，约翰逊通过简洁而富有哲理的语言，传递了许多重要的观点。以下是一些书中的经典段落。过去是我们的老师，而不是我们的主人。这句话提醒我们，过去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我们不能让它成为我们前进的负担。我们应该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而不是被他们所困扰。未来是我们的希望，而不是我们的恐惧。这句话告诉我们，未来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但我们不能让它成为我们焦虑的源头。我们应该对未来充满期待，同时也要做好规划。当下是我们的生命，而不是我们的负担。这句话强调了当下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学会享受每一个当下，珍惜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时光，以及工作中的每一个成就。礼物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励志书籍，更是一本指导我们如何过好每一天的行动指南。它提醒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就是当下。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被各种琐事和压力所困扰，忘记了享受当下的重要性。而礼物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帮助我们重新审视生活，找到内心的平静与满足。我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够激发大家对礼物的阅读兴趣，并鼓励大家将书中的理念应用到日常生活中。相信我，当你开始专注于当下时，你会发现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和快乐。